写不出开场白了，直接开始吧。这个空镜看似平平无奇，实则很有讲究，它在这里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如何承上，如何启下呢？听我来认真给你们编。先看整体，画面里的鸟一快一慢，一前一后，飞行路线从左到右，这样的安排在视觉上为接下来无限小黑二人的行进节奏以及方向转换做了铺垫，这是它的启下作用。再看细节，这里安排的鸟分别是丹顶鹤与树麻雀，为什么那么多鸟可以画，偏偏是这两种呢？除了它们本身的飞行节奏存在差异之外，还因为这两种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截然不同的。提到丹顶鹤，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会想到仙鹤仙人。那说到麻雀呢？我会想到此时的窗外，小区楼下。感受到了吗？这是极其不日常与极其日常的两个意象。前面传送门广场那段带给我们的感受也是这样的，这是它的承上作用。而且在苍南会馆这个信息密度很高的片段里插入一个这样的镜头，再配合 BGM 的走势，从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给予了观众一个短暂休息的机会。随后镜头由上往下走，从空中的3只丹顶鹤到树梢处的6只麻雀，再到地上一群人，画面信息一点点增加，信息密度又逐步回升了。或许你会说我在看这段的时候根本没想这么多呀。对，我也没想这么多，这都是我刚编的。其实在大纲阶段，这个镜头我要讲的只有9个字，我也不知道为啥正式写稿就编出了这么一段。继续看吧，我也很期待接下来我还能编出什么东西。这期开场白好像有了，那么就正式开始吧。小黑对什么都好奇，蹦着就上了桥，跳第一下啥也没看着，第二下手撑着栏杆跳了起来。危险动作小朋友们不要学。背后路过的小姐姐盯着小黑看了又看，可能是被小黑的耳朵吸引了。这边的无限慢悠悠的走上桥，她背后的小姐姐对应设定图是这位。桥上还有几个交谈的妖精，重点说说右边这3位，没错是3位。这里还有一个，他们仨是传送门广场敲锣那位小妖精的同族。这个小妖精就是在兰溪镇第86话登场找庆龄看病的那个。他站在台阶上，应该是在给面前的2位讲什么注意事项，手里比着第1点第2点。说到第2点的时候，神情还变严肃了。他说完，面前的2位就乖乖点了点头。桥下还有3个人，撑着脸坐在台阶上的小女孩，粉发看着可能是他的朋友，陪他坐下了。他们背后是个背着双肩包的大叔，举起了手机拍照。桥左边离镜头较近的是这2位，边上还有一个大人和一个小朋友。大人好像在逗小孩，吃了一大口冰棒，小孩愣了一下，急得追了上来。这里的人物动作在介绍小南瓜老师时放出的分镜线稿里更明显些。爬山虎，脱落的墙皮，玩手机的路人，这里还有大拇指往上滑的动作。小黑倒着走，视线紧跟着这3只不知道是动物还是妖精。不过有很多朋友提到这很像是剑3里的城隍，查了一下确实挺像的。小黑和剑3 23年联动过，当时还出了一系列的周边，这里埋着相关彩蛋也不奇怪。3小只发现小黑在看他们，走得更快了。这里背景音里听着还有2句台词，什么什么妖精站稳了。小黑和无限从右侧走来，脚步声音效也做了对应的空间处理。背景里从右到左依次是饭渣、小份菜、蓉，这里还有个招牌不知道写的啥。这边冰柜上还有价目表，卸货的工人也都有设计，不是一模一样的 NPC， 有人拿货，有人传递，分工合作。这只大黑龙大概是坐骑，所以这个人是在洗车。仔细看他还打了一个哈欠。这里有3个小孩在围观，其中左一这个穿紫色衣服的小男孩在拿着水枪帮忙，不过2枪之后水枪就卡住了，他晃了晃又修好了。边上2位小朋友说说笑笑，中间站着的这个在大黑龙起身回首的时候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最右边的小朋友则是顺着大黑龙的动作抬起了头，身体往后仰的细节也画了出来。一旁的小黑倒是完全不怕，回头招了招手，大喊师傅。画面另一边还有5个妖精和一个人类吧。这只小妖精人设图长这样，有点像前面出现的这几只妖精的同族。他手上拿着的刀乍一看也有点像那个萨卡班甲鱼的表情包。
这两只妖精是乘船过来的，左边的小妖精人设图长这样，戴着眼镜，手拿悠悠球，脚踩洞洞鞋，和传送门广场出现过的这只是同族。右边几位没有找到人设图，但看穿着打扮也都挺有意思的，他们好像都在听这个背着背包的人类讲解，一起看向大黑龙。在这个镜头里，小黑跑跑跳跳除了可爱没什么可说的，但是背景里可以说到的东西就非常多了。首先，背景音效里除了小黑的动静以及音乐外，还配着蝉鸣鸟叫，营造着氛围。其次，场景对园林的描绘极其细致，在介绍大成老师时有放出完整的背景图，带大家依次看一下。这里的窗户总共有4扇，第一扇是扇形花窗，第二扇和第4扇纹样一致，查了一下没有查到完全对应的纹路，可能是对八角锦做的简化。第3扇窗户在跃动门里，是十字海棠纹。参南会馆里的园林景观特别多，此次上线流媒体发布的海报也是以园林为背景，这张海报同样藏着很多细节和巧思。5大长老在3个门洞里，3个门洞分别是拱券门、宝瓶门、海棠门，他们的站位安排也非常有讲究，横向看能看出对无限的立场区别，西木敬一信任无限，灵瑶迟年警惕无限，雨滴中立。纵向看，西木迟年靠着第1个门洞，敬一雨滴在第3个门洞内，只有灵瑶靠着第2个门洞，没有人和他一起，而且他站在迟年身后而非西木身后，这个设置也特别契合开会那段剧情带给观众的感觉。迟年炮轰无限，灵瑶在他后方扮好人，而且灵瑶脸上的光影设置一明一暗正好2分，灵瑶的面具也是这样的设置，这些细节都凸显了这个角色的复杂性、两面性。海报上的文字也很有意思，左上角这句话只能说放在别的地方这就是运营事故了，但这里是罗小黑。流石危机，有懂日语的小伙伴分享说这是一个双关梗，流石在日语里读作さすが，所以这里的流石危机也能理解为别的意思。右下角还有一个 Stay tuned， 敬请期待。这张海报中日英3语，不管是国际性、观赏性、趣味性还是解读性都拉满了。海报上还有太湖石、梅花、芭蕉树，这个镜头里也有，芭蕉在这儿，太湖石在这儿。石头下的草看着是麦冬，背后这个应该是南天竺，前景里也有。边上的花是绣球花，墙上攀着的是凌霄花，窗下还有绿色枫树，门洞里还有爬山虎，边上的3根竹子粗细也不同，剩下的植物我就认不出了，有知道的朋友欢迎弹幕补充。这个镜头虽然才出现3秒钟，但同样细致的令人发指。我其实并不是一个植物爱好者，园林虽然很喜欢，但也只是去过3次苏州，其中2次还是因为小黑的苏绣展顺道去逛的，所以做到这个镜头的时候细节全看到了，但细节全都讲不出来，然后我就边问豆包这是什么植物，这是什么窗户，这是什么门，边到相关网站核查确认，特征基本都能对上，足以见得这个背景画的有多细。这个镜头用林鱼来引导观众的视线，搭配着榕树下的斑驳光影以及小黑跑过来的动静，都让人不由想起初中背过的那篇课文《小石潭记》，特别有意境。边上的路人妖精视线一直跟随着小黑，而且他是在小黑进入镜头前就看过去的，这种小细节在小黑里随处可见。他们并不服务剧情，但同样不可或缺，因为正是他们的存在才让这个世界有了真实感，并不仅仅是镜头内才有事儿发生，镜头之外同样也有。这个镜头本来也没啥好说的细节，直到我在群里问了一句有没有人要参加听力考试，然后素材就来了。是这样的，这里背景里有句台词，处理了一下，你们可以听听看。我听到这儿的时候信誓旦旦，想着在寿比木头群里让大家也听听看，然后就傻了，和大家的答案没有一个字对上。我听到的是还要互换葫芦吗？中性或者是偏向男性的声音，群里的大家听到的全是女生说你要是不买就和我一起，或者就是要不你还是陪我一起吧，甚至还有一个 no problem 的，愣是一个葫芦都没有。但我怎么听都是葫芦，更诡异的是后面我休息了几个小时再听，这样听不到葫芦了，男生也变成女生了。更诡异的是现在我又怎么听都是葫芦了。我再放一遍，你们听到的是什么呢？这
个镜头又给大家强化了一下小黑能从人变猫，从猫变人的设定，特别自然。背景里有4种动物，其中还有2只团鼠，它们都在吃木头，但因为所在的位置不同，结果也不同。这只团鼠刚吃没2口就被扑过来的小黑吓得丢了木头就跑，而这只它背对着小黑，不在小黑的扑腾路线上，所以没有受影响，吃完木头还变了色。这个镜头后面的背景里也照例放了点东西，比如这里的 cafe， 门前的招牌，门上的贴纸写着 cafe coffee day or coffee cup。 anyway， 这边是多位书屋，能联想到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3位书屋，也蛮符合这个前后镜头安排的。我们确实是刚从百草园过来。边上还有2个招牌写了字，但看不出来是什么。右上角写着一个繁体的书，隔壁看着是一家卖早点的。这边的红色招牌依稀也写了东西，但看不出来。这边还有一家清明居，应该是茶楼茶馆之类的。那就是无限，我第一次见。这个骑着小电驴过去的女生，她也是路野候选演员，在就业。可以看到刘海、丸子头、黑色外套、红色短裤、手套，这些锚点都能对上，给小电驴配了渐行渐远的音效。驶入阳光下也没有忘记画影子。边上长椅坐着一位老爷爷，对应人设图是这位，他手拿保温杯在喝茶。余光瞥见无限抬起手，还转过头看了一眼。他对面有4个指引牌，第1个和第4个识别失败，第2个看着有点像是青年书社或者春华书社，不确定是哪个，但感觉春华书社合理些。第3个有点像是3位，识别失败。这边过来又是一家咖啡店，灯笼上也画着咖啡。这样想下是2个妖精，结尾里有具体的画面。这里墙边站着3个妖精，其中2个大妖精人设图分别对应这俩。他们在兰溪镇第111话登场了，得知冥王哪吒加入会馆后，讨论了一番，也都跟着加入了。戴着眼镜的小妖精没有设定图，朝这边走来的小妖精人设图对应这个，拿着算盘的设定还挺有意思的。店里站着2个路人，对应人设图长这样，他们应该是在和店老板交谈。这整个镜头里发生的事和结尾鹿野回忆里的那个镜头也都能对上。在这个镜头里我们能看到更多细节，比如小黑扑向的这间小卖铺叫做有间铺子，小黑一上来就扑向了冰柜，激动的朝着无限指了指冰柜，结果无限摆了摆手表示不行，小猫迅速变脸。这里无限之所以会拒绝小黑，是因为小黑刚刚吃过，无限对小黑吃冰淇淋的态度是1个可以，多了不行。结尾能同意小黑再吃冰淇淋，是因为那已经是第2天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大电影2虽然发生了很多事，但实际上不算流石会馆和片头片尾2段蒙太奇的话，正片里的时间严格来说才过去30个小时，而且都有着非常精确的细节向我们传递这个信息。我在8月初就发了一篇微博盘了大电影2的时间线，这里再和大家分享一下。不过比较长，如果对这个细节不感兴趣的可以跳过这段。大电影开篇第1个镜头是6点30分，无限小黑出门是7点多，坐高铁来的海木会馆，到会馆的时候是上班时间，估摸着应该是9点往后了。刚到会议室时，西木边上的香燃的差不多了，一炷香的时间大概是半小时，这意味着长老们半小时前就到了会议室等无限。有可能是长老们提前到，也有可能是无限小黑迟到了半小时。会议按照镜头时间是过了6-7分钟的样子，和长老们开完会到哪吒家里的时间是11点10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苍南会馆会议室里的那个钟是不准的，哪吒家的这个时间是特写镜头呈现的，所以这个时间是100%准确的。然后是小黑和师姐到粤东会馆吃饭，虽说早茶什么时候吃的都有，但是师姐问小黑饿不饿，小黑的肚子相应想起了这个设计，能说明至少是到了饭点。在鹿野前往夜市抓捕接力荒的时候，根据车里的时间显示，此时是晚上8点43分。师姐小黑第2天赶飞机，候机厅里有个模糊的时钟，看指针时针的指向应该是6点23分的样子，这也符合鹿野小黑天蒙蒙亮就得起床的设定。此时登机，那么飞机正常起飞的时间应该是7点左右。师姐坐的这趟飞机目的地是2300公里外的枫林会馆，查了一下，这个距离飞机一般要飞行3到4个小时，因此飞机大战的时间最晚不会超过11点。这一点在片尾的
镜头里也能得到验证。店里正在播报空难幸存者的新闻，此时边上的时钟显示的是10点34分，这个时间点哪还有呢？哪吒家他们仨在打牌的时候，边上的时钟显示的时间就是10点34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电影从无限大战执行者的剧情开始就频繁进行交叉剪辑，不断切到小黑鹿野大战灵瑶的剧情。这样的剪辑处理传递出的最基本的信息就是这两件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点，但发生在同一时间。当然了，这样的处理还有其他作用，我们后面到对应段落再进行补充。除了剪辑手法上能看出是同一时间，周边产品里的设计细节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在和恋物盟联名的新年主题快闪里，有一组原画周边选取的就是两边的画面，而且在设计元素上特意使用了进度条，且进度条的时间点是能对上的，这也能看出两边是同一个时间点。而因为两地有时差，隐寒山基地是黑夜，钢铁厂是白天，单从画面上观众很难第一时间就意识到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但主创们留下的信息足够多，仔细盘还是能看出来的。经过以上的这通分析，基本可以确定了大电影2的正片剧情发生在2天以内，这也是大家在初看大电影2时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节奏很紧，结束的很突然的原因。这前后总共也就过了30个小时的时间，不过这样的处理也是服务于剧情的。人妖大战即将爆发，如果还把时间线拉成3-5天就不符合逻辑了。而且前面鹿野也说了，他会在1天之内抓到真凶，从粤东会馆吃完饭出来到洞桥是过了中午，抓到灵瑶估摸着也就是第2天早上临近中午的样子，的确是在1天之内。多说一句，这里非常感谢浅师，我因为没有去恋物盟的那个展，手里没有这3个马口铁的实物，于是拜托他给我拍实物图，他大半夜爬起来给我拍了。我追求效果还麻烦他拆了包装对齐给我拍，他拍得非常完美，对着贼齐，非常感谢。看起来很弱，那个就是他的新徒弟吗？他现在的任务就是带孩子吧，会馆最强的执行者现在应该是师傅您啊。妄言，不可对前辈无礼。是。这位名叫静云，有意思的是光博在营业期间介绍其他主要角色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涉及到身高信息的，唯独静云头上写着120，这或许是个巧合，但这个巧合又莫名很符合静云这个角色。人设图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静云的这把刀，我查了一下，和唐刀的特征能够对上。其实服饰设计感觉也是动了心思的，但我的服饰相关知识储备实在是太少了，除了这双布鞋以外看不出其他什么东西了，有了解的朋友可以补充一下。静云是人是妖，目前官方没有具体介绍，但是从传送门广场的这句台词来看，静云8成9成9成9吧，也是妖精身份，不然不会被叫来参与这次行动。他的2个徒弟，一个叫秋瓷，一个叫夏雨哪个是哪个目前还不能确定，这里暂时还是用颜色来代称。紫发的衣着看似严实，实则不然，只是由于他背对着镜头又有栏杆遮挡，不太看得出来。人设里倒是非常 open。绿衣这位在穿着上倒是中规中矩，但发型挺有个性的。从他们师徒3人的对话里不难看出，妖精们对于无限的实力是没有什么具体的感知的。静云看似是制止了徒弟，但他也只是说妄言，不可对前辈无礼。从他后面在大阵里想着和无限一较高下的行为也能看出，他还是挺在意这个最强执行者的抬头的。刚说完不可对前辈无礼，鹿野就强势登场了，开启了有理但不多的剧情。这前后段落安排也是有点冷幽默在的，只是在关门弟子和锁门弟子这个爆梗下，这点冷幽默就被掩盖了。我也是看了这段无数次才恍然品出了这点幽默。鹿野的登场先是超低的镜头，这样的设计一方面能够带出不远处的小黑无限，另一方面也能够保持登场角色的神秘性，同时还带着一丝压迫感。这样的镜头在灵瑶身上的使用多些，流石会馆的初登场以及结尾灵瑶攻击琼元盾也都是这样的处理。鹿野走近，无限转身，其实这段师徒3人都站在了阴影里，按说很难再投下如此明显的影子，这里应该是做了一些艺术化的处理，同样也是为了增加来人的压迫感。
仔细看还能发现影子是冲着小黑来的。接下来所有鹿野镜头都是微微仰视的角度，可以当作是小黑的视角，再结合鹿野后面的台词，这一整段设计都突出了这个新角色的高姿态。但也正是这样的设计奠定了鹿野这个角色成功的基础。其实在一个有着一定受众并且连载了很长时间的作品里，突然加入一个全新的角色，并且新角色的戏份还非常重，这是比较冒险的一个行为。新角色的空降注定会引起部分观众的排斥，因为这意味着原有角色戏份的压缩，而观众对原有角色已经有了情感链接以及更多的剧情期待，自然是无法在第一时间就丝滑接纳新角色的。但是鹿野登场的这段戏妙就妙在他把新这样的身份悄悄转移了，鹿野不是新来的，小黑才是。又因为观众全程跟随着小黑的视角，于是又产生了一个奇妙的错位，鹿野不是新来的，观众才是。这样的处理在无形之中把观众的排斥与审视一一化解了。又因为鹿野的理直气壮无限的尴尬犹疑，也给观众带来了同样的心虚感。而随着剧情的推进，鹿野角色弧光的展现，观众不知不觉就走上了这条流水线。不过真要说起来，鹿野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降新角色，至少对我来说不是。我从23年就开始造谣他的剧情了，虽然没有完全对上吧，但也足以见得他的铺垫还是蛮明显的。比如在大电影1里借鸠老之口向观众传递了无限近100年没收徒的信息，其言下之意就是无限100年前收过徒。再比如导演也曾在大电影1的路演里透露出无限有徒弟，并且会在大电影2里登场。有意思的是，在大电影2下映后的一篇采访里，导演提到1的时候就有想过让鹿野出场，但是1的故事很完整，没有余地了，于是才决定让他在2里登场。而且也有提到鹿野从一开始的设定就是女性角色，并且在经过200稿的设计后终于找到了她。此后所有的服装搭配都无法再破坏她的形象，所有少女时期的形象设计都是一遍过的。顺便提一嘴，非常喜欢木头在介绍鹿野设计时说的那句所幸最后还是找到了她，没有说画出来了或者是定下来了，而是找到了她。这是只有把笔下的角色当成拥有独立灵魂的个体来看待才有的自然流露。师傅，小黑的这声有惊讶但不多，更多的是一种恍然大悟，好像在说原来你就是我那个师姐。这就是我那个师弟。我不是关门弟子吗？这是锁门弟子。这段台词写得很成功啊，可以算是大电影2的第一个爆梗了。我最近在看的剧，台词里出现关门弟子的时候，弹幕上果然有锁门弟子的身影，而且这条弹幕的点赞数也很多。当初预告放出来的时候，围绕关门弟子就有了很多二创讨论，而且关门弟子这4个字信息量也很大。上期视频我造谣无限计划理论的时候就有提到过，关门意味着在鹿野之前无限还有至少1个徒弟。其实还有一个点可以引申，我又要开始造谣了，就是我认为无限有可能是受了北域事件的影响才向鹿野提出他是关门弟子。换句话说，就是无限并不是真的想关门，这一点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浅浅提到过，这里详细展开一下。无限并不是一个张口就来会出尔反尔的人，他在大电影1里收小黑为徒没怎么做过心理斗争，前期的迟迟未动更多的也是因为小黑排斥他，不乐意收他为师。而当小黑喊出师傅后，无限十分丝滑的就接受了，可见收徒这个门至少不是他自己主动关上的。而且从1里鸠老劝无限收徒以及结尾众人围观，哪吒虽然吐槽但并没有搬出关门弟子来调侃无限，也能看出来鹿野是无限关门弟子这件事并不是公开的，可能只有鹿野知道。那么关门弟子就更不像无限的主观想法了，我想大概是受了北域事件的影响才有了关门这一说。当然了，这都是我基于现在的剧情设置反推回去的。猜对了就是剧情层层铺垫，猜错了就当我没说。这是你的师姐鹿野。鹿野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联想到诗经里的那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也很自然。但在当初鹿野名字刚透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寿比木头群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早期主创孩子名字。这里因为一些原因就不过多展开了。总之不管是来自诗句还是来自朋友的小孩鹿野这个名字都是饱含爱意的结果。师姐，
面对小黑这声乖乖的师姐，陆野的反应就和在大润发杀了10年鱼一样，冷哼一声转头就走。上期我提到无限收到第3条短信可能是发来催促的，但我转念一想，这条偏短的信息有没有可能是陆野发来的呢？因为这里很明显是无限和小黑在等陆野来，并不是刚好碰上的设定，那么总得事先约好吧。 Anyway， 不管是不是，这段金门3人的互动讲完了，接下来看看背景里的小彩蛋。陆野刚登场，这里画面左边是886号应急出口91猫咖三星堆书店，91是背景组老师猫的名字，三星堆这里有3种可能，三星堆、山星堆、三星堆。结合阿棒老师播客友谊地久天长那期的内容，我更倾向于这里指的是背景组阿棒、菜园、空3个人。因为这3个人名字里都带有星，所以叫三星堆。这期播客感动又好笑，诈骗式招聘和我你都信不过啊的 BOSS 直骗名场面最早就是出自这期，而且因为是讲述友谊的，阿棒老师特意放在了第9期更新，希望友谊地久天长。总之这期节目大推荐。画面右边是2个广告，菜园小店是菜园老师相关彩蛋，韩木雀神杯是麻将比赛，阿棒老师特别喜欢打麻将，还手搓过一条韩木春华打牌人档案，特别有意思。无限背后是2个招牌，手工棒和水果超甜。本来我对这个招牌也没什么想说的，但是看完四二老师的那期，我现在看到这个招牌脑子里就会自动想起水果超甜但甜不过闺女亲自来接这句话真的太好笑了。小黑在看的这堆植物，我能看出来的就是龟背竹、铜钱草、多肉绣球以及这个有点像白掌的叶子，其他就看不出来了。植物配色以蓝绿紫为主，呼应的就是金门3人的颜色。这边的花店门口摆着的是龟背竹、星花凤梨、金边虎皮兰、彩叶玉，其他的也看不太出来了，欢迎弹幕补充。陆野背后的招牌是糖醋小排饭、四川菜园，店外的人在看手机，店内的人在交谈。这个镜头陆野边上，这个是绿萝柱。花店的门上还贴着优惠信息，七爷花店和91猫咖联动，名字含79折，全场7折。这个七爷我推测可能是17老师啊，猜错了就当我没说。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这期最终还是上了9000字，和大纲阶段预期有所出入，不过我已经放弃抵抗了，想说的都写上了。预告一下，等兰溪镇2月份完结，我会开始更新兰溪镇的相关解析，每期内容会短一些，计划是每月18号更新，看能不能做到吧，做不到就做不到。当然了，大电影还是会按照已有的规划继续做，如果遇到时间精力不够的情况，我也会优先保障大电影系列的更新。当然了，希望这2个系列我都能做好吧，新的一年挑战一下自己。喜欢本期内容的小伙伴别忘了一键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